一开始能扛，现在已经不行了。对罗恩的声音、面貌、图像都出现了生理性厌恶。接下来我会不断给他播放剪辑合成的片段，继续作为电击和其他生理疼痛，加强这种印象的真实感。他伪假装了？有各种仪器记录着生命体征了，体温、心跳、心率、血压都在其中，他装不了。嗯。喂，你们都进来了？进来了。软口会不会就在这儿？找找啊！我的宝贝。哎，我们梅花门的宝贝。妈呀，这都是古物，你别你爱惜了，你还配你干什么？你别弄坏了。哦，轻拿轻放，轻拿轻放啊！别碰着了啊！我不是说你，我说东西别碰，别碰坏了。知道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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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这上边写着：“大德先生收服新简于凤子岭，是在凤子岭。凤子岭啊，然后藏于凤子岭古树之下，安排其他弟子武的戒备，文的关心，以防新简再次作乱。这安排的还挺科学的。和新简对战之后，有5个弟子昏迷数日。”恐忧性命，将不活于世。7日之后，又无大碍。活不了了，7天之后又无大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收服过程中受伤了？没有啊，大德先生说这儿他们都无伤无碍。看来大德先生自己也不太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讽刺！哎，我这儿好像写的是解决方法呀，你们过来看看。你们看啊，大德积而分之，积而分之，就是打散的意思啊。行。然后刺其眉心，以血点染，持木以底，引之于目，就是说用那个不朽之木染血去戳眉心，就那么简单吗？我这儿也有，800多年前的。我看不大懂啊，反正好像是说把不朽之木插到那个放新简的水里，然后滴血，他怕血就自己跑到那个不朽之木里了。我反正是这么理解啊。理解的对呀，就这意思。方法不同，但原理一致。如果把不朽之木比作容器，都是新简困进去，再用凤凰卵口落锁。还有我这个，我这里边提到了一个什么长大，这个是梅花一照写给林风儿的。你看，近来观新简收服状况不定，每出者长，较之前回愈见扩大。刚才我们在壁画上看到的新简，也跟现在差不多大呀。每出者长，愈见扩大。先人来报，除了青木留守在酒吧，其他人等连同正明山一起去了有雾镇。罗任他们昨天进山，正明山并没有，而是在山口蹲点，所以我们人没有能够进去。那个地方就算进去了，我们的人也跟不上他们，那里的山路不好走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总会出来，给我继续盯着。凤子岭是新简最后封印的地方，应该也是不朽之木和凤凰卵库最后出现的地方。大师兄，沈先生想多留几天，研究一下牌楼里的资料。麻烦你多加照应，我们去凤子岭，大家分头行动。
这缝子里这片这么大，梅花一照他们进来一去不归，也没留下个藏污地点，咱们怎么找呀？留下来也没用。你想啊，新简已经被放出来了，说明这个藏污地点已经被动过了。虽然咱们这次来是要找凤凰卵扣，但主要目的是让猎豹相信咱们找到了凤凰卵扣。那这意思，咱得演场戏。原来是这样。喂，游客，前面的游客，等一下。游客，来个导游吧，导游。我姓丁，叫我丁老九就行了。我在这地方啊，导游已经30多年了。这地方还需要导游？美女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，就是没被开发呀。这个县里啊，有了规划了，马上就要启动了。这个旅游局的人呢，还专门咨询过我呢。我们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，有什么传说啊、典故啊，没有我不精通的。你们选我啊，没错，1人20，陪进陪出，不贵吧？走。来，老婆。来水。好，来，跟我来吧。这不添乱吗？你比谁都能添乱。100万。罗人出100万，在峡谷关一带的古董行求购凤凰卵扣，消息已经传开了。这是他放出的图样，据说怕人造假，只给出了外口图，内口纹样不详。这就是历代星君的噩梦，凤凰卵扣。他们离开野雾山之后，去了峡谷关一个叫凤子岭的地方。我们打听过，几十年前那一带山洪爆发，的确冲出了不少古物，有很多古董商都在那收过货。这个凤凰卵扣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见过凤凰卵扣。你也在有雾山里停留过，你去哪里了？一个山洞，我没有钥匙进不去。师傅说要等报信人。让那边的人给我盯住了，罗人，他非常不老实，不要让他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我明白什么是长大了，我明白什么是长大了。走，我明白长大是什么意思了，我明白长大是什么意思了。喂，邵老伯，我终于明白长大是什么意思了。长大是指范那边的。官司牌楼里有3次收复新简的记录。分别是鄱阳子时期、800多年前和梅花一照时期。神棍发现的具体地点连线的都是古7字形，并且跨越的地理范围也越来越大。就是说，这七星一体总是会形成一定的形状。难道他们调整相对的位置，形成固定形状，就叫七星归位？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天魁七星在国外被称作伊尔他星座，每隔280年。我们就会近距离暴露在伊尔他星座的辐射范围内。现在刚好处于这个暴露周期，而且即将到达辐射最高点。280年，梅花一照那个时期，距今有200-300年吧？是不是就是280年？那
他们是不是也在暴露期啊？不止，3次收复新检，都在暴露周期内。那近距离被辐射会不会怎样呢？我猜测，近距离的高能辐射能给新检充能。你是说新检是在接收母星的能量？很有可能。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长大。要是一直长大，得多吓人啊！总之，找到凤凰卵扣至关重要，它才是终结一切的大杀器。看一下，老物件啊！老板，我们约了东西。这个我真没见过。别走啊，老板，再看看，这个是咱山东好货呀。老板，帮我寄到利息，价格好说。拿到凤凰卵扣了，恭喜你！你看，你不是办不到，等你到了，我招待你吃顿好的。Fattening up this chicken. I'm gonna give it as a gift for my friend. Okay? OK。啊。大师兄已经到黑沙了，清明今天过去，我得尽快出发。车子帮我开个利息吧。把咱们仨的机票一块买了呗。哎，论亲疏，我既拜了师门，我亲师傅出事，我能不管吗？论资历，13000认识穆代的时间可比你长。红杉，陆毅他反驳不了的。我和穆代可是睡过同一张床的，不比你长，我一定得去的。主要黑沙很危险，那再危险，能有比被老鸨赶、被活埋还危险？咱们速去速回。对呀，我们知道危险，但是为了穆代，我们必须去。不行。关键是，去黑沙需要国际通行证，你们来不及的。哎呀，挺复杂啊，这事儿。别打了，大哥，我真的传说了，我真的传说。大小姐，他都招了。他爷爷40多年前的确在凤子岭一带收过3枚凤凰卵扣。罗任听到的时候很兴奋，多给了2万，要求他配合演戏，假装在这里不欢而散。说重点，盒子在哪？罗任没经手，他让古董商以生鲜快递的名义。快递给了在利息的青木，里面还放了张卡片。这东西很重要，一定要安全送达。好，请放心。
大小姐，青木已经到了黑沙，就住在城边的一个小旅馆里，随身携带着一个大包。Nice。OK。Good。在路上杀了他，然后把东西给我带回来。青木出酒店了，准备上出租车。怎么开车的？怎么回事啊？你瞅瞅都拿着家伙呢。我来这儿看了不少纪录片，乱得很，加小心。蹲下！气球，快进来。快走。不愣着干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我们都包圆了，有吃有喝的，抓紧时间。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录像设备，啊。有这么严重啊？不是说让你做个样子吗？擦破你皮而已。如果演戏不投入，怎么让观众入戏呢？吃点东西吧。别帮我拿个东西吧。Fake。假货。难道这是拿来混淆视线的？罗任带在身边的才是真的。他也知道，如果交易前东西被我劫走，他就没有筹码了。行了，你先去吧。来，interesting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耍花样。还是感觉不太像啊。算了，受伤要休养，浪费时间，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，你说是不是？那样就不好玩了。欢迎来到黑沙群岛。消息挺灵通啊，我才刚到，就收到你问候。我等不及了。凌晨3点半一个人来 ，See you then。
猎豹又名早失灵，正式交易。行，踏实了。就当小时候买一架，啊，那个足吃足喝的，养足精力，饱餐战饭，啊。来吧，都别拘着了，快吃。哎，吃完回来咱干。和我们家干就完了。兄弟们，我一想到明天，我心里就那个痛快。这酒啊，劲儿挺大，我不至于。你说的对，就这点酒，怎么可能灌倒你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遇钱不吃饿得慌。受伤了就得多吃东西啊！瞧你瘦的。这种强效刺激机体神经药物以后少吃，对身体不好。最后一次了，一会儿我们里应外合，我找机会制造混乱，你趁机救走母带，不用管我。你呀，还挺有意思，把自己兄弟都放倒了，跟我这个外人合作，信得过我啊？你也看到了。他奔着玩命去的，我不让他冒险了。再说了，大师兄你也不是外人，你的小师妹，你的师傅，我怎么都绕不开你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走，他们可怎么办啊？我几次和他们出生入死，他们都是好样的，是上天赐给我的好朋友。但这次不一样，猎豹是亡命徒，他们连枪都没有见过，你知道的。走了。谁啊？快都别睡了，快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我。出事了。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。想法？罗任和猎豹血海深仇，但是这账上趴着我师傅，还有我太师傅，还曹放。他要想绕开我，我觉得没道理。大师兄，罗任的情我们是领的，我们也知道很危险，但是总不能让我们坐在这儿干等他吧？说句不怕你笑话的，我们就算去了什么都不做，站在旁边，
使阴招，都能帮得上忙。嘿，话都让你们俩说完了，我就说一句，虽然我是有些害怕，但这么远跑过来，也不是来旅游的。收拾收拾，出发。走。哎呦！哎，不是，哎，小心！我来。怎么办？要带他吗？咱师门不是讲究吗？甭管在什么地儿、什么时间，恰好遇到啥人，都是缘法。这么大的药量，蹲晚上弄晕，把他带上吧，保护好他。走。这精神状态能行吗？好好的，请我啊。木代呢？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好好较量过，对吗？很想跟我拼命，但是我很难想象你怎么跟我拼。你女朋友在我手里，这里有20个持枪护卫，而你只有1个人。你知道我身上有信件。我真的很期待你晚上的表现。木代呢？东西呢？啊！我劝你给我老实点，不然杀掉你，我照样能拿到。青木首领是假的，你这个也是假的。你忙前忙后都是做给我看的，想让我以为你手里真的有牌。是真的。还嘴硬？嗯？你凭什么觉得它是假的呀？你难道见过真的？碰换冷扣对信件有强大的抑制作用。如果是真的，离我稍微近一点，我都会感到很不舒服。这样啊？这就是真的。他已经在抑制你了，不过是慢性的，潜移默化的。
不出1年，你就会被他致死。你竟然敢杀我！这个就是真的凤凰鸾口。我按照你的要求把东西带来了，木袋呢？我要杀死他们特别容易，想要杀你也不能。你可以试一试。看看吧。一点小惊喜，给你助助兴。唉，我给你机会，我们的仇总要解决。答应我，这里就没有人拦着你，你就可以活下去，然后小女友也还你。哎，拿过来。陆半三，你留下来看着车和青木，随时接应我们出来撤退。你就别去了。这边虽然是后门，但是他们的人也随时会进出，所以注意安全。啊。哎，走了。呵呵，杀了他。李宝的精神功夫居然这么好。主力都在里边了，门也锁了。
看来啊，只有上面那个气窗可以进去。我看了一眼，挺封闭的。你俩在门口等我一下，记着点，拿着。 我看什么？您轻功得比我师傅强吧？这地方还有人做饭。 他怎么会是木代的招式？怎么样？从上面能看到大概的方位，兵力主要集中在铁楼那边。会开锁吗？我会。你现在任务就全力开锁。怕死吗？怕，不怕。没事。我在上面系了绳子，待会儿呢，你顺着绳子爬上去，用舌头倒进去，冲他们开枪。你呢，主要任务就是吸引他们注意力，我跟小曹呢才能有机会攻进去。抓紧。 Charlotte， 我的，谢谢。 给我杀了他！木队，快一点儿！
这个是水手哨，穿透力极强，以后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吹它。我给你吹个好听的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我只能吹出哨音？不告诉你，世上独一家。 龙，结束了。你写到临头还要紧握匕首，是想趁我不备杀了我？哦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我给你的小女友。 为了颗微型炸弹，龙，你就要死了。我为你准备了一场精美绝伦的梨花盛宴，期待吗？哎，就是了。走啊！哎！ 金某，金某，快醒醒！金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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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里面打起来了，是怎么办？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哪里打起来了？ 我帮你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同山，你按着。犯我师门，我弄死你！小曹，回来！对不起，我没打着，没打着。刚才你的猎豹身上搜到什么东西没有？啊！还他妈什么什么！刚才我估计我要拉倒，我全给他偷了。哎，赶快叫113把车开过来，有人快不行了，快点！听见没？里边枪战。哪有枪战？就这地方。猎豹，追得上吗？啊！走错了，秋木。哎，秋木，抓紧了！他妈车呢？那孙子上哪儿了？他不会是死了吧？啊！野豹！
们都平安回国了。不太好，大夫说醒的可能。师伯还要在黑沙处理善后工作，会尽快回来的。小刀哥哥呢？我小刀哥哥呢？他怎么帮我了？睡。啊，小心！这人有的时候是真不是人呐。二叔，那凤凰鸾扣那找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有消息的我都让他们先发图片和视频给我。凤凰颜色鸾扣看了好几十个了，都不是。不过这个路子是对的。小萝卜还没醒啊？没有。怎么一个个的都躺下了？我得想想办法。又来看男朋友啊？嗯。听说男朋友好像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哎，红婶，不是我这个球放哪儿啊？你这个球不能放这儿，得放低一点。这不是个爱心吗？啊，对，中间是不是多了点？这边再高点，再高点。左边提一点是吧？好，轻点看看啊！哇，没吃。木代来了，快来，这是什么？给你看的东西。罗刃，快点醒了！木代很想你，我们都好想你。谢谢咱凤凰楼啊！记得下次再来，带朋友来我们打车。啊，我知道，那边比较舒服，多点香菜是吧？木代，如果罗刃永远也醒不过来了，你要一直等他吗？等，当然得等了。我在等一个很值得我等的人，我每天都充满希望的，希望他醒过来。罗刃，你知道吗？猎豹已经瘫痪了，没有正常人的行动能力，送去了维稳组织，之后就要判刑入狱。塔莎回西澳了，大师兄联系他现在的监护人，给他找了一间最好的康复中心，做了精神测试，但是很不理想，短时间内回归不了生活了。跪。拜。别忘了买大白菜、排骨、土豆啊！有上好的黄酒，别给我带两瓶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来还是咱们红沙干活靠谱啊。那是，我可不白干啊！你工资得准时给我发，我可是一个要还债。放心吧啊。陆小刀，陆小刀，我都睡了1个月了，还要睡什么时候啊？你说，我要是哪天习惯了，10天半个月才来看你一次，怎么办？7夕之书快到了，你可不能再睡，
我们还等着你带我们抓第7根心钳呢。那边桌子。哎，青木。啊，我罗哥咋了？我听不见，我罗哥怎么了？老任，你不用担心，前面醒过一次了，问我你安不安全，我是所有人都安全。医生说，这是一个好的征兆。家属不用担心。既然罗瑞已经没事了，我也买了机票，准备明天回家。你要回去了？喂，季子，你还好吗？希望你跟罗仁快乐幸福。我把他交给你了。小刀，瘦好多。我睡多久？1个多月了。你饿吗？想吃饭吗？当时我是不是伤到你了？咱们那是生死之战，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早就好。别担心。疼不疼？对不起，这一次我做的不好。你千万别说对不起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这一路都是你领着我们，照顾我们。这一次换我们照顾你，你也别难过。现在好了，所有人都过关，所有人都平安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对吧？这么听我说话费什么？要不我们之后聊也没关系的。不费事。你带。当时我们在笼子里斗得你死我活，你是怎么清醒的？我把黑木蛋交出来了。我被关的地方能看到信号塔，我测算了一下，信号3秒一次，非常方便辅助催眠。猎豹想给我们洗脑，把我们炮制成另一个塔莎，用来对付罗仁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当然不能。
好在，他不知道这个世上有我。你太累了，坐下来吧。来，猎豹不是那么好瞒的，假装被洗脑不可能。所以，你我之间，一个人沉睡，另一个人接受洗脑。 就是没想通，这个解开催眠的钥匙是什么？罗人的少犬，他说过，这世上有一家。那听到少句之后，沉睡者醒来，另一个被洗脑的就不能留了，必须自我了断，以绝后患。为什么？你什么都知道？ 我就是你啊！洗脑挺难受的，我来吧。别哭，想哭啊！这世界风急雨大的，我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告诉你啊，我会像师傅一样，痛痛快快的打这最后一仗。 就是可惜了，看不到你再上场了。不要怕哦，你是坚不可摧的，你会活着回来的。我晓得。 我好想他。有的时候我半夜醒过来都觉得好寂寞，感觉好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撕裂出去了。是不的。大家说，成长就是旧我不断撕裂。 新我不断铸成，可我不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成长是旧我不断拥抱新的我，他们相知相融。牡丹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他从未消失过。 他只是选择不再出现而已。看我们放精神不精神？我再给你瞅一更精神的。哎，醒了！哎呀，只拍你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眼睛比我都大呢。哎呀，干嘛？对，没事吧？别压坏了。没事。哎呀，欢歌笑语的你们，你们多吃点好吃的啊！你争取早日恢复那个生龙活虎的样子啊！恭喜！好的，谢谢关叔，我们挂了。 马王老哥，你快点醒过来呀！我做的东西呀，真没您做的好吃。来，你按摩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争口气呀！ 谢谢大家。猴哥算的对不对？对。节目演的好不好？好。
接下来表演一个更厉害的狗识字，我们让狗啊从这些字中雕出喜字儿。哎，这不那狗吗？哎，好嘞，看看啊，他雕的是喜字儿。接下来再让他雕个发字儿。又一张，看一下，哎，发，祝各位发发发。好。哎，不对呀，这狗鼻子贼灵，谁知道这纸上是不是抹了什么味儿啊？哎，就是啊，康啊，哪个年代都有像你这样的人，这叫有探知精神。好，这位兄弟，您说怎么样啊？让我写，这狗要是还能认字啊，我输一枚银饺子。哎，那不行，谁知道是不是你和班主串通好的？哎，是，各位给支个招啊。要我说，咱龙镇私塾的魏老夫子写，那才公平。哎，有道理啊。魏老夫子的千金魏大小姐就在这儿，魏小姐，她也能识文断字，她写也是一样。哎，是啊，这个是不是私塾里那个？啊。又是狗，还是一认字的。这虽说这个好狗的智力能达到小孩的水平，但是认识字儿这过了吧？也说不准，没准就是在那纸上抹了什么味道。截止目前得到的信息，故事版图大概完整，咱们捋一遍。首先，在一个叫陇镇的地方，有个私塾是魏老夫子开的。他家有个姑娘识文断字。这一天，镇上有戏班表演，其中一个环节叫识字拳。围观群众质疑真实性，请了魏姑娘过来写字在册。识字拳出现在私塾，魏姑娘定时喂养它，由此推测，很可能是在戏班表演之后，魏姑娘收养了这条狗。再然后，魏姑娘出嫁了。我推测这狗依恋主人，自己就找过去了。狗好养活，夫家也就收留了。水影里男女拥抱，应该是小两口的日常吧。那条狗在暗影里窥视，也许是它太过依恋女主人，因而对男主人有了愤恨。再然后，就是一场无情的大火，魏姑娘和她老公都命丧火海了。我去，不能是狗放的火吧？狗放火夸张了点吧？不过主家遭灾，这条狗确实无动于衷。那如果狗身上有心茧，会放火就很正常的呀。我觉得它身上没有。还记得第一幅水影吗？哈，这地势山线，之前看的时还没看出来，这不就是凤子岭吗？现在我们知道，大概280年前，梅花一照等人前往凤子岭去封印新茧，而识字犬的年代是出现在100年以前。结合这张图，更像是主人家遭难之后，识字犬到处流浪，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凤子岭的时候，打开了凤凰卵口，放出了新茧。哎，你们记不记得，当时我们去凤子里，丁老九说过，那一带有一只活了很久的老狗。我爹说啊，小的时候他就见到过。你说他多大年纪了？哈哈，那老狗啊，鬼精鬼精的。不过不要怕啊。20多年前被我的一个客人给打死了。这么老，不会就是水影里的那只狗吧？这次信息量好大啊！我这刚搜了一下，也没发现有个叫陇镇的地方。这很正常。我师父生前想和来城的烧刀子，但是我们一查，来城就不叫这个名了，很多城市也不再沿用旧名了。这个好办，交给万烽火。我明白了，水影是要告诉我们，这一轮新茧是怎么逃脱的。他们入世后想继续之前的图谋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。新茧的颜色越来越淡，7期之数要到了。第7根，按照位置推测，在峡谷关一带，但具体在哪儿呢？
万丰府发来消息，这一带就是过去陇镇所在位置。通县。旁边就凤子岭。看来这凤子岭是关键。不过这片区域这么大，咱们怎么找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尽快出发。你们这次去几天啊？顺利的话7、8天吧。那还好，不用带太多东西。对呀。也不知道你们搞什么。这一次啊，别像上一次一样啊，红姨经不起你下。知道啦，放心吧。我这次回来呀，我就在酒吧里好好陪你，哪儿都去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呀，好是好啊，但是呢，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啊，应该多出去见见世面。在外面要注意身体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好了，东西收拾完了，明天要早起呢，早点休息。好，红姨走了。哎。师傅，我没有看到幻象了。我记得我当时就想打开窗透个气儿，然后我打开窗户之后，眼前就是一片绿油油的，就跟那原始森林一样。树，对，树很多树，对，中间是个空地，空地上有个怪树，啊，就是像咱们去植物园看的那种千八百岁的老树似的。躯干是歪的，歪的。是有一个树瘤吧？不是，这欣姐怎么还挑人呢？我从头到尾，我也是5人小队里的一员，她为什么没有让我看见过？哎呦，这就赖不得别人了。你开局打团就不来，后期缺发育也很正常。谁缺发育？谁？谁？去给大伙倒点水去，来。果然是凤子岭。我记得宽寺牌楼的古籍中有记载，大德和梅花一照都是前往凤子岭，必新建于出始之地。或许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出始之地？那这一次真的要迎来终极之战了吧？根据这次幻象啊，这第7根新线难道在凤子岭？这观星台上啊，第7根它是从来没有亮过。难道它从来没有被激活，也从来没有离开？也正常，7个瓦里总得有一个宅的吧，不愿意挪窝。那又或者是动不了呢？也许出场设置就决定了，第7根新茧没办法离开初始之地。小三三，你脑子很灵光的嘛？还有这个可能？我觉得可能啊，因为小77啊，他还没有来得及长大，那就被我们给锁住了。冠叔，咱们对新茧就别叫昵称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也不能太乐观，说不定这个小七藏着阴招呢。无所谓，邪不压正，大家对自己要有信心啊！我最近收到了这个卵扣的消息是越来越多，我的直觉找到卵扣那是指日可待。医生也说了，妈妈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一切都是好的，势不可挡。哎，对，就是这股劲儿，要往好的方面想嘛。我就相信我们这次一定能够击倒成功。不过有一个问题你说，那如果老树是在疯子岭的方圆好几百里，这么大，怎么找？好办，那树长得那么奇特，而且得有上千岁了吧？那住在附近的老人肯定知道啊。这个人我刚好认识一个。你说那个老树这山里边山高林密，唯独那一块儿，它寸草不生就它活着。你们这么一说，让我倒想起来了。累了，金老师为什么这次走的比上次还难走而且变冷了还？进深山了嘛，这海拔高了呀。这山里的气候它很怪的，什么6月飘雪
腊月抽烟啊，什么稀奇的事都有。你怎么样？有人说了，没事吧？那个什么凶星落地，破了地脉了啊！什么凶星啊，封建迷信都是，那就是怕人进了那个山里啊，遇到危险，所以编出这个故事来骗人的。哎，当心啊，当心当心！要是真有凶星啊，哎，咱现在的日子有那么红火吗？来，跟上，跟上啊！哎，还得往上爬呢，再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我呢，有个小目标，就是把我这个生意啊，做出品质来。上回不是和你们拍照了吗？我每带一个团队都要拍照，留个念。我让你们瞧瞧。哎，你们看，啊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拍的。都是用胶卷拍的，好几十年了。这个人好熟悉啊！丁叔啊，这个人你有印象吗？有啊，他就是那个打死老狗的我的那个客人呐，他叫那个什么张光华。张光华，就这个名字，你们熟悉呀？啊？你们这个熟人呐，他得感谢我呀。怎么说？当年啊，油水少，结不到婚，所以他把那个老狗啊打死了，想炖了它，给自己加油。可是我拦住了，因为那个狗啊太奇怪了。啊？怎么怪啊？怎么怪？它那身上啊，好多地方它没毛。它不是自然脱落的那种，像是用那个胶带把它粘上去，然后这么一撕，连毛给拔下来的。它那个胶带状的条有几个？有3条、4条，它是那么交错搭着的，没细数。丁叔啊，咱们出发吧。行，咱们翻过去就到了啊。走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到了，就这棵树，哎，丁叔，好，谢谢你。哎呦，谢谢啊！你们在里边别待的时间太长了，这山岭啊，天气变化快，这说冷就冷啊。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啊，千万当心啊！哎，一定注意！哎，当心，千万小心啊！看来，那狗就是十字犬。它流落在山中，机缘巧合下，打开了心茧的封印，一直活着。根据过往的经验，极有可能是心茧自行选择了张光华，否则他一个普通人是对付不了心茧狗的。具体有几根爪上的张光华就不好说了。如果张光华有2根心茧的话，那落水之后遗失了1根给刘树海，那他就还剩1根，那他就有可能还活着。如果他身上还有心茧，现在只剩下第7根了。走吧，到了验证的时候了。走。天划破砾凝线，告诉我前卫，即将温柔的浮现，在脑海中轻轻一闪而过的封面，而我在黑暗间，认得守着分2面，一面是注意，一面在等你。这场游戏始终没结局，踏着走过的痕迹。你
想是你，感受你每一个呼吸，然后继续渐行天，划破黎明线，告诉我结尾，即将温柔的浮现，在脑海中轻轻一闪而过的敷衍，而我在黑暗间划破黎明线，告诉我结尾，即将温柔的浮现，在脑海中轻轻一闪而过的拂面，而我在黑暗间。划破黎明线，告诉我结尾，即将温柔的浮现，在脑海中轻轻一闪而过的拂面，而我在黑暗间。